你看过那种剧吗？第一集就让你觉得胸口闷到不行，好像有人把你最想埋掉的自卑全给挖了出来。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，名字听起来像励志鸡汤，但老头 Z 告诉你，这根本是猛烈的精神毒药，毒死你那种假装过好的虚荣心，再给你一点点活下去的微光。老头 Z 看片20年，很久没被一部剧弄得这么坐立难安了。如果你也正被所谓的社会期待给压死，那今天这支影片你绝对得看到最后。顺便说一句，想在2026年继续挖到这种神作，订阅我的频道是我对你最真诚的建议。说到这部剧，就不得不提背后的神朴海英编剧。看过我的大叔或我的出走日记的朋友，一定知道他的笔触有多狠。他不写霸道总裁，他专门写平凡人的桑与光。这部剧 TMDB 开分就破8.5，目前横扫 Netflix 榜单。故事设定在电影圈，那种熬了20年还没出头的助理导演，跟我们这些为了生活磨平棱角的社畜其实没什么两样。剧教换饰演的卢尚宇，把那种我有才华但我没运气的委屈演活了。他就像是每天在别人的梦想里跑龙套，自己的剧本却始终没人看一眼。这种感觉就像你努力工作10年，发现后辈薪水比你高，老板还嫌你没创意。朴海英最厉害的是把自卑具象化了，它不是一场大哭，而是每天醒来时那种觉得自己一文不值的沉重感。聚会时别人在聊股票房价，你在算外送费，这种格格不入就是社会比较。剧中戳破了成功学的泡泡，在崇尚成功的世界，失败者连悲伤的权利都没有。老头 Z 觉得这在2026年非常有意义，在大家都用 AI 伪装完美的年代，他回到了最真实的人性痛点。如果你也觉得被时代抛弃，先别划走。接下来聊聊那对救赎彼此的病娇组合。这部剧配色非常有质感，冷色调摄影就像深秋的首尔街头，冷冽但清晰。导演车荣勋用大量长镜头捕捉角色沉默的瞬间，那些不说话的时刻反而更让人心碎。第一章结束前，老头 Z 想问问你们，你有没有哪一个瞬间也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？第二章聊聊选角。剧交换有一种随时会碎掉的脆弱感，眼神里却藏着不服输的狠劲。而高允贞饰演的制片人江喜秀，则是看起来干练精明，内心却被工作掏空的类型。这两个灵魂破洞的人撞在一起，产生的不是火花，而是相互舔舐伤口的窒息感。高允贞这次演技脱胎换骨，她看着男主角那种失败的人生，仿佛看到了自己不愿承认的未来。两人的对话充满哲思，比如如果你承认自己一文不值，你就真的自由了。这直接击中了老头 Z。 这部剧最大的反转就在这里，它不是教你成功，是教你怎么优雅的失败。承认失败与嫉妒才是真正的自我救赎，这就是我们的反转锚点。现代人最怕没用，但这部剧说承认自己的平凡，承认自己的嫉妒，反而能让你解脱。这跟高喊加油的剧完全不同。他说加油也没用，那就躺下吧，但躺下的时候我会陪着你。想象你的20年目标被年纪小家境好的人轻易夺走，你会崩溃吗？女主角却告诉他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世界的错。这种负负得正的情感连结，真的只有朴海英写得出来。剧中对电影圈的写实描写，其实就是所有职场的缩影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妥协，渐渐磨损了灵魂。吴正式饰演的成功导演也是神来之笔，他拥有一切，却更恐惧失败。这种成功的焦虑与失败的自卑形成了强烈对比。在内卷社会，没有人真正安全，大家只是隐藏的比较好。老头 Z 想请大家思考，如果成功带来的只有恐惧，那成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？吹了这么久，老头 Z 也要毒舌了。这部剧前4集真的很容易让人弃剧，因为太丧了，尤其是男主角缩头缩脑的样子，有时真想冲进荧幕给他2巴掌。如果你心情正不好，看这部剧简直是自虐。这是我的批评幕，它的观影门槛真的很高，手持镜头晃得人心烦意乱。男主角在第3集发火抱怨世界不公时，老头子也翻了白眼，觉得他像个不去努力只会怪人的巨婴。这种人设在爽剧年代简直是自杀行为，而且台词有时太文青，长独白听多了会觉得装腔作势，有些地方转场略显突兀，好像是为了深沉而深沉。好几次我都想按倍速播放，但神奇的是，每当我想弃剧，朴海英总能丢出一句神台词击中我。有人说现实已经够苦了，为何还要看这种剧？老头 Z 认同，如果你的抗压已到极限，这部剧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。它的写实到了残酷的地步，不给虚假希望，只给血淋淋的真相。这种观影体验绝对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。但这难道不就是生活吗？哪有那么多华丽反击？大多数时候，我们就是在自卑中挣扎老去。
所以这部剧的丧是一种诚实，他拒绝美化痛苦。老头 Z 最后给高分，是因为在这个虚假世界，这种诚实太罕见了。配乐极其克制，安静地放大了角色内心的喧嚣。如果你准备好直面丑陋卑微的自己，那我们就进入最后一章。这部剧是在挑战观众的忍耐极限，看你愿不愿意承认那个破碎的灵魂。如果你能熬过前期的压抑，后面的情感爆发绝对会让你觉得值回票价。这不仅仅是在讲韩国人，这是在讲我们每一个挣扎的普通人。总结一下，这部剧是给深夜怀疑人生、努力却无回报，或人群中感到孤独的人看的。核心价值不再教你克服自卑，而是教你与它共处。朴海英告诉我们，不需要变完美，只需承认破碎。当你不再用力证明自己，枷锁反而会脱落。这种哲学层面的疗愈才是最高级的。比起我的大叔，这部剧更现代、更尖锐。它像一场灵魂暴雨，把你淋透也洗干净了。目前每周末更新，老头 Z 建议找个安静夜晚，关掉手机，一口气看几集。它长得像毒药，吃起来像中药，苦但能治病。熬过前期压抑，后面的情感爆发绝对值回票价。不管是具交换的颓废美，还是高允贞的破碎感，都值得细品。老头 Z 最后一句总结：这是一部写给所有失败者的情书。虽然是用泪水写成的，但它温柔地告诉你，没关系，我们都在这里努力活着。这对2026年的我们来说，或许就是最大的安慰。感谢听到这里的朋友，老头 Z 知道你内心一定也被触动了。记住，自卑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因此忘了本来的样子。喜欢深度分析的朋友，别忘点赞分享，这对我这个老家伙来说就是最大动力。接下来，关于这部剧最核心的争议，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，我们留言区见。争议问题来了，你觉得男主角这种怨天尤人的性格是真实社畜缩影，还是单纯的负能量巨婴？支持真实缩影的扣1，觉得是巨婴的扣2。有故事想分享，我也在下面等你。我是老头 Z 影视观测站，我们下部片再见。